这是我住的一个社区，也是日本神户乡下的一个小地方。而我今天呢，我准备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贫民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每次只要说我住的这一片是普通人生活的地方，不是什么豪宅区，他就一定有人会跳出来骂我，就是你这还不算是豪宅区。所以我今天准备出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暂时生活窘迫的人他住的是什么地方，然后普通人住的是什么地方，然后有钱人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就先出发去贫民区，因为那边的商店比较少，没什么咖啡店，我怕我等会想喝咖啡了，那么我就先来一杯，先在这一家店喝一杯咖啡再去。这家店是我经常会来的，它是一个非常不正经的咖啡店。你看它除了卖咖啡，它还卖些酒，除了酒它还卖些小衣服，就它不是一个很纯粹的咖啡店，就它什么都卖。好，那么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去了。こんにちは。可以看到后面架子上全都是店主摆放的围巾和袜子。这家店的客人全都是附近的邻居啊，就是有些甚至我都认识。这家店好，你看这家店还卖点零食。这家店白天是卖咖啡，晚上是卖酒的。店主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我还挺喜欢他家的氛围的。失礼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はい、どうぞ。お砂糖になってます。超大一杯。这家店的咖啡特色就是量大管饱。我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很喜欢来他家。这些架子上面的书，店主一开始准备卖的，然后后来发现不怎么好卖，然后就干脆就随便给你看了。他家的这个蜂蜜很棒，就我经常会买，价格也不贵。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就这一罐，我很喜欢买，就买回去可以喝很久。这个店主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就是他什么都卖，他也卖画，也卖一些小的装饰品。你看到这里，他甚至连衣服都能卖。而且他本人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送了我一个胸针，那我就挂在这里了。OK， 这是老板，非常漂亮的一个老板娘。这个好 OK。他就很开朗的一个人，你随时来，他随时都这个样子，就你很容易被他感染。就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他店里坐一会儿，喝一杯咖啡，然后过一会儿心情就好了，就莫名其妙。你看他这里他自己画的，他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开店，他这里都有写。好了，那么就现在正式出发去贫民区给大家看一下，也不能说是贫民区啊，就是这样很没礼貌，就是暂时生活比较窘迫的时候住的一个位置。就这种位置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在90年代日本最有钱的时候，那个经济泡沫的时候，很多人是买不起市区里面的房子的，但他要成家立业，他必须有一个地方住。然后就专门有一些开发商，他们找了一些地价非常便宜的山区，然后在这种地方就开发一些小房子，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去卖给当时一些有需求的人。但是这些地方呢，它本身又不值钱，环境开发也差一点。然后后来经济泡沫破裂了之后呢，那个房价不降下来了，就很多人买得起其他好的地方了，就搬走了。然后这一块就慢慢成了一个暂时生活窘迫的人选择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花很少的钱有一个相对体面的地方住，等你有钱了你卖了再搬嘛，就总有人买过去的。顺着这条路上山它就是了。这里有一个卖酒的店，我们进去看一下，也是了解一下这边的生活环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家店卖特别多的清酒，就清酒的品类特别丰富。你看这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清酒，有些牌子外面看都看不到，我有时候来这里也会专门买一瓶带回去。你看它这里它就有这种很可爱的牌子，这个明眼一看就是知道是适合女生喝的，这种酒它比较甜。这店主老人家他就已经卖了一辈子酒了。这家店不错，就在车站的旁边。如果是想买一些比较稀有的清酒的话，是可以来这家买的，它是一定可以找得到的。这一家店是一个日式的糕点店，它是正好配清酒的，也顺便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就在那个卖酒的店旁边。因为有些清酒它是很清淡的，除了适合配生鱼片的话，你吃这点糕点也是可以的。这家店主要是卖些日式很传统的小点心。好了，那我们继续上山。可以看到这边的店铺它都没有什么很漂亮的外形，像这种就是90年代泡沫时期的产物。这里的这一家它也是一个卖酒的店，但是这一家店它是以卖烧酒为主的，它也卖一些香烟，就是还卖一些雪茄，卖一些香烟。因为店主不在，就不好继续拍，就出来了。哪怕他没有人，你在里面拍也不礼貌嘛。所以就出来了。就我顺着往上走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就这一片的环境好像确实差了一点，就到处都有这种感觉很破败的感觉。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这片它是山上，它这是一个乡下，就都可以看得到，就前面这几排房子是特别小、特别窘迫的。像这样大小的房子，如果是在市区里面，那它不算窘迫，但这个地方它是乡下。当然它也不是说所有的房子它都小都窘迫。你看右边的这个就还不错，是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地它是你自己的，你想盖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所以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旁边的房子很破败，但是时不时呢，它也有几个很气派的大房子。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慢慢的走到了。可能有人会说，你跟我说这种地方它叫贫民区，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它是在市区里面，那它确实不能算。但是你要想想，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在山上，你们可以看看前面右边的这个房子，它就显得很气派。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明明是贫民区，为什么还有这种气派的大房子呢？这说起来是因为这一片地方它不符合现代的房地产市场了。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是在日本经济泡沫的最高峰的时候，当时的地产商为了让房子足够的便宜，他们就选了这么一块地方，然后盖的全都是左边的这种比较小块的这种房子，地块呢都非常的小，就是为了给那些收入略微低一些的人能够买得起一个略微体面一些的住宅。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广场协议，然后日本的房子就全都不值钱了。这个地方的土地呢，它本身不值钱，如果房子又像这样比较小的话，那你说谁会愿意住在这里呢，对吧？我既然都选择住在山上了，那我肯定是想住大豪宅呀。所以慢慢就有一些房子，它两个或者两个三个一起合并，就是把一个比较小的地块，然后合并成一个大的，然后盖一个大的房子。比如说这一片，这一个就是以前两个小房子，现在拆了，它之后很可能就是把这两个地块，然后合并盖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拿来出售。这就是为什么这片明明是贫民区，又有这种比较大的气派的房子。你可以看到这种大一点的气派一点的房子，它都比较新，它都是泡沫之后才有的。但是地块的拆除，它又不是说你想拆就拆的，有时候运气好，正好两个相邻的房子一起出售，那么地产商就可以把它一起买下来，然后扒了盖一个大的。但这种情况它也不是总能够遇到的，所以这边呢就还有很多这种就是一栋挨着一栋非常窘迫的小房子。你看这一片，它就全都是泡沫时期遗留下来的房子，就它哪怕中间有一栋卖了，你把它买下来，它那个地块限制，它也没有什么价值，你盖上去呢，它也不好卖。所以这一边像这种比较小的这种房子，它的价格都非常的便宜，非常的便宜。就是像这种，它就已经不是白菜价能够形容的了。但它又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人他暂时买不起大房子，他又想要有一个相对体面一点的房子住，他不想去住公寓，不想去蜗居。比如他要结婚嘛，他有一家人，他住公寓的话也不实际，他就可以选择先来这里买一个先住着。而且这边呢，它其实也有相对好一点的，就比如说这个，虽然这个房子它也不大，但它便宜啊，它生在这个地方它便宜，对不对？他住在这个地方，他对他那个收入，他还贷款一点压力都没有。等他什么时候工资涨，他想搬大房子，他随时换他就可以了。这里是这个社区的一个公园，我过去给大家看看，这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大家可以看看右边的这两个，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个面积的差距。就右边的这个才是这个地块应有的体积。这边的房子它也是分好几种档次，就是像刚才那种联排那个是最便宜的，像这种呢它就可能略微的贵一点。因为这种它大一些嘛，而且它造型也好看一点。但大家也可以看到，就这个地块它不怎么好，它全都是这种山地，它大部分的房子都起得很高，而且回来的这个路它也不宽。当然也有这种看起来比较好一点的。好的，那么这个区的房子呢，大家就应该已经了解了。它这个位置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山上。好了，那么现在就已经下山了。我作为对比呢，我再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住的那一片。先来喝一杯咖啡，就是走上走下来真的是太累了。我们先在这家店休息一会。这一段不知道为什么就又没有录到音，是我在跟店主打招呼，我能不能拍摄？店主说可以，没有问题，你拍吧。这一家店其实以前是一个老店，它是新装修的。这个店主也很有意思，他就经常说自己很年轻不老，而且他很喜欢棒球，他是个棒球迷。可以看到他店里这些棒球的东西很多，他以前更多，他就是装修了之后丢了一些。因为他这家店是在车站附近，所以他店里的生意非常的好。他早上这里是提供早餐的，就是都坐满了。然后店主也要考虑，就是有些年轻人是不愿意去太老的店的，所以他就把它装修了。咖啡来啦！
好的，这是我的咖啡，来了。好嘞，我正常是不加糖的，但是刚才那个店主说你加点糖、加点奶比较好喝。他年纪也很大了，我也不好意思说不要，我就加吧。五一的休假，大家都出去玩去了，所以今天这家店没生意。但他平时的生意是很好的，因为他正好在一个车站，你可以看到，好了，那么现在回来了，这是我住的那边的社区，就这个感觉是可以感觉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它的路是平的，然后马路也比较宽，建筑也是比较大，也没有抬高起来的那种山地。但这边它真的只是普通人住的房子，你就这么想嘛，这边的房子还贷款的话是10到18万，这边的房价它就是在这个区间，如果夫妻两个工作都还不错的话，他还贷款是完全没有压力的。他是日本人的话，他可以零首付，贷款的利率是1.2，甚至可以做到更低。而且这一片它也不是没有便宜的房子，比如说这一排，像这种它贷款的就更低了。所以在日本，只要是夫妻两个都有正常的收入，都有正常的工作，他是能够买得起这样的房子的。这真的不是什么富人区，它就是普通人住的地方。富人区它不长这个样子，这个是有钱人住的房子，这个是塔楼。但是也不是说有钱人都喜欢住这样的塔楼，还是有很多的有钱人喜欢住一户建的。这个地方才是有钱人住的一户建区，这个是一户建的豪宅区。关于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看，在评论区说一下，我单独做一个影片给大家讲解。好，那么现在回到我住的这一片的对比，这明显就不是富人区吧？就你可以看到很强烈的对比。其实富人区的一户建和我们这里的一户建，它的面积是差不多大的，只是说它那个区域它的环境好，它在海边，然后它是一个比较贵的区域，它的那个路的视野更为开阔。他那边买一套，这边可以买2套，甚至是3套，所以这个就是差距。富人区买一套一户建，月还贷款要30-40万了，那普通人他就很有压力了。但是不代表说普通人他就一定要住破房子。就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山上比较窘迫的那个区，它也有一些比较气派一点的、体面一点的房子，是不是？只不过它那个环境比较差一点，它那个路比较窄，它那边的房子不是像这种是修在平地上面，它是要抬高的。而且再有一个就是教育的资源不同，富人区旁边是有私立学校的，但是像普通人住的区域，它就只有公立学校。它并不说是看房子来决定这个地方是不是富人区。你看房子这个房子又大又漂亮，那这个地方是富人区，这个想法很土。它是和周边的配套和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当然，可能有网友觉得就是这一片的环境它已经不错了，对吧？但我们跟刚刚那个真正的富人区比呢，它是有差距的，你们也看到了。当然也不是说普通人选择买房子他就一定要买这种地段的，有很多的日本人他愿意住在市区，他就买了一个普通的小公寓。但像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在国内住的也是公寓，我住的就是爱居室。那我来了，我肯定就不想再住公寓了，我就想买一个这种一户建，是吧？再还有一个就是房子交房产税的问题，因为房产税在这种乡下地方它也很便宜。房产税它不是按你买房子的价格来定价的，它是自己有一个估值，但这个估值通常要比你买房子的价格要低很多。就你越是买的乡下地方的那个房产税就越便宜。按照我们这一片区域，它也就是4到6万日元，和物业费差不多，所以实际上是真的不算什么。你买房子还有2个停车位嘛，这个停车位也不算钱。像右边的这种看起来比较老一点的房子，它那个房产税还可以减免。特别是一些文化保护遗产的老房子，就是经过认证的那种，不光不交房产税，还要拿补助。像那种文化保护遗产的老房子，我之前出了一期，就是那个百年老宅那一期，那个房子只要你不拆，你每年都可以拿政府一笔补助。但是富人区相对来说，它的那个房产税就比较高了。但是你有钱嘛，你住富人区嘛，对吧？那这个就无所谓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有钱人还是喜欢住在乡下的一个原因。我现在就是顺着这条路下去找一个地方吃饭。像我们这片吃饭的店有不少，但是都不是特别好的店，不是特别高大上的店。但是富人区它就有很高大上的店，富人区有一个米其林3星的意大利餐厅，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周边的配套它是不同的。像我们这里吃饭，它有一个 Skia， 就是在对面，这家店我经常去吃，特别是有时候晚上不想在家里做饭，不想在家里吃，就来这家吃。今天也去吃这一家好了，这家很便宜。如果我家附近是那个米其林3星的餐厅，那我还真吃不起。你看，就点这个牛肉饭的套餐，它才650，是不是很便宜？它上来了之后，这个饭就长这个样，怎么不行呢？是吧？我们是普通人嘛，普通人就有普通人的生活。看我给大家单手抠一个鸡蛋，
再撒上一点五香粉，这个就是我的晚饭了。把这个鸡蛋直接搅开就可以了。Skia 家的饭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有些人他就非要说它不好吃，就很难吃。但它牛肉饭它能难吃到哪里呢？是吧？吃完饭再加一杯奶昔。如果是想看刚刚那个富人区一户建的，请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如果这一期的播放量好，点赞高的话呢，我就去给大家拍一期。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谢谢大家。